神皇尊上，我明白，我会全力以赴。这个创世机缘是我唯一加快提升实力修为以及命运的钥匙，我一定不会放弃一丝机会。暗黑魔物蠢蠢欲动，而我身为无上传承者，必当以身作则，以对抗暗黑为己任。萧炎的语气中也是带着无比的坚毅之意。从斗之气三段走到如今的大道主神，就是他有着永远不会轻易放弃的心和自己的守护之道。萧炎也非常的相信自己能够夺取创世神火的本源，让自己在这一场造化机缘中得以进行一个最大的突破。然而接下来神皇尊上的一句话更是让萧炎以及众人纷纷感到震撼。虽然创世乃神火第一，可是他的降临是带着自己的使命。创世神火的现世不仅会引发万界异象，更是会直接对万界造成绝对性的毁灭，而在万界中的所有万物神灵也因此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毁灭，大道主神也不例外。而在毁灭之后，他又会创造全新的万界，诞生新的创世规则，而这个创世规则将会重新维持万界的新规则。那这么说，这创世神火降临，万界就会被毁灭，然后再重新创造一个新万界。众人这时也不知道为创世神火的现世是喜还是悲。没错，任何神灵都无法阻止创世神火对万界的创灭。创世本源乃大咒最强的恐怖能量，就算是造化主神都无法干预去阻止，我也不例外。萧炎站在众人之中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迷茫与复杂之色。创世神火的本源对于萧炎虽然极其重要，但创世神火的现世也给万界带来了不可抵挡的创灭新规则，如同浩劫一般横扫，即便是神皇尊上这样的恐怖存在也无法出手阻止。而创世神火的现世对万界带来的改变已然成定局。萧炎复杂的情绪在自己的心头上环绕，旋即深吸一口气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最后的希望，沉声道：神皇尊上，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神皇尊上望着萧炎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缓缓摇头说道：没有，你应该明白，创世本源非我等神灵所能逆转，它与其他神火不同，它更像是规则之神。我们的规则即便是王还是皇，在神的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。接下来我会以皇国之名告知诸神万界的各大势力做好相应准备，不然损失只会更大。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引导各大势力做好准备，迎接即将到来的万界变革。萧炎闭上眼睛，心中情绪复杂难解。创灭的规则既代表着毁灭，也蕴含着新生，他能感受到这其中蕴含的无尽可能，但同时也清楚这将意味着无数生命的消逝和世界的重建。他默默祈祷，希望在这即将到来的变革中能够找到一线生机，一线希望。既然神皇尊上无法解决，那么身为无上传承者的萧炎，他来阻止，即便无法阻止，他也不会让创世神火的本源对万界造成绝对性的创灭冲击。这或许就是萧炎接下来的一次涅槃蜕变的命运转折点。而这个命运的改变并非谁都可以做到，连神皇尊上这位9大界的战力天花板都不行，就可以明白这个转折点是多么的困难。涅槃蜕变或许就是9死1生的几率，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，萧炎是9死还是1生？所以你们现在更要提升实力，除了创世神火，在神藏中还有更强大更不为人知的东西存在，而这东西绝对不能落入暗黑魔物之手，不然他们的大计划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，届时必定会再次对大宙发起最具有毁灭性的入侵，引发第2次的天蛊浩劫。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场天蛊浩劫，那么我们这边没有了无上主神的坐镇，恐怕胜算极低。一旦暗黑魔物将他们的恶魔彻底的解封，整个大宙将会陷入更为惨烈绝望毁灭之中，任何万物以及神灵都会受到毁灭冲击，毫无生还的可能。神皇尊上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的神情和语气都变得异常的庄严与凝重，因为他见识过那些暗黑魔物的恐怖，特别是那位恶魔，实力更是恐怖无尽。当年对面5位无上的联手对战，也能够以一己之力与之激烈的抗衡，可想而知，那恶魔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何种无法想象的领域高度。在众人的理解之中，这神藏的降临，不管对于暗黑魔物还是他们大宙的神灵来说，都是双方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率先迈出那一步的关键。而一旦率先迈出的那一方，将会决定着大宙的命运。所以这一点对神灵还是魔物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步，不然也不会因为神藏的降临引出了神界狱和9大界以及暗黑魔全部的现身。神皇尊上的凝重与认真之色在眼前的每一个脸上缓缓扫过。如果暗黑魔物获得了那个未知之物，那大宙将会陷入毁灭的倒计时。暗黑魔物的魔气高涨，恶魔解封降临，对大宙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冲击，而他们这些大宙神灵也会一个不剩的被消灭。